一个清代的文人，深夜独坐窗前，没有写诗，没有念书，只是静静望着天上的月。他望了很久，望到夜深露重，然后在小本子上写下一句话：月之为用甚广。月有什么用？月光既不能吃，也不能换钱。可是这位文人却说，月亮的用处广得很。古人到底在想什么？我们今天的人看月亮，多半只是抬头一瞥，顺手拍张照片发出去。过了一周，连自己都忘了那张照片。看花，也是挤进人潮里打卡，匆匆按下几张快门，从来没真正静下心来，好好看一朵花到底长什么样。可是300多年前，有个叫张潮的清代文人，把他这一辈子怎么读书，怎么赏月，怎么听雨，怎么交朋友，怎么喝一杯茶，怎么跟一个老朋友散步闲聊，一条一条认真写了下来，总共写了219则，每一则都很短，短到只有1、2句，可是每一则都像一面镜子，照出我们今天活得有多匆忙，多空。这本书叫《幽梦影》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带你跟着张潮重新学一次，怎么看月，怎么听雨，怎么把一个普通的日子过成一首诗。先来说说这本书《幽梦影》，清代文人张潮所著，大约成书于西元1697年前后，是一部轻言随笔集。所谓轻言，就是格言式的短句，3言2语，讲一个道理或一份雅趣，跟我们今天看的散文不一样，它短得惊人，可是耐读。全书共有219则，内容包罗万象，谈读书、赏月、观花、听雨、品茗、论友，乃至山水、书法、美人、才子、四季风物、人情世故，几乎无所不及。它被誉为清代格言小品的代表作，也是中国古代生活美学最精致的一部小书。作者张潮，字山来，号兴哉，安徽解县人，生于明末清初，是清代著名的文人和出版家。他家境宽裕，自己读书多，见识广，朋友也多。他不只写书，也编书、刻书，是当时文坛上极活跃的一号人物。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是书中每一则旁边都附有当时文人的评点。郑板桥、袁宏道、纪晓岚这些清代名士都在书上提了短评，有赞成的，有反驳的，有开玩笑的，全都跟张潮的原文一起流传下来。所以《幽梦影》不是一个人的独白，而是一整个时代文人圈子的真实对话。我们先从张潮最有名的一条开始讲，读书。一般人想，读书嘛，有空就读，哪有什么讲究？张潮却说，读经宜冬，其神专也；读史宜夏，其时久也；读诸子宜秋，其志别也；读诸集宜春，其机畅也。这4句话把1年4季配上了4种书。冬天读经书，因为冬天天寒地冻，外头没什么好玩，人自然静下来，精神最专注，最适合啃那些艰深的经典。夏天读史书，因为夏天白天长，傍晚乘凉也久，可以一气呵成读完一段长长的历史，不会被打断。秋天读诸子百家，因为秋天天高气爽，脑子最清楚，诸子百家观点奇巧多变，秋天读正合那份清奇之气。春天读诗文集，因为春天万物生发，
人的灵感也最畅通。读诗读文章，一首一首像草木一样冒出来。你看，原来连读什么书都要看天时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把读书这件事当成一场跟天地节气的对话。今天的我们一年到头都在滑手机，从来没想过原来时节不同，连读书都该换一种。张潮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是，把日子当回事，把书也当回事，一切就都不一样了。张潮对读书还有一句话，被后世引用了300多年，连王国维在《民间词话》里都借过他的意思来讲人生境界。少年读书如戏中阔月，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，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。这3句话把人的一生分成3段。少年读书就像从门缝里偷看月亮，只看见一小片，又新鲜又惊奇，但见不到全貌，读得热血沸腾，却一知半解。中年读书像站在自家庭院里望月，看得清楚多了，月色满院，却多了一份人世的牵挂。看书时想着家里的柴米油盐，孩子的学费，自己的中年焦虑。老年读书像登上高台把玩月亮，月亮整个在你眼前，轻轻松松，无所牵款，读到哪一句会心一笑就行。同一本书，在你20岁读、40岁读、60岁读，会读出3种完全不同的味道。读的不只是书，是你自己这一生。所以张潮接着说，皆以阅历之浅深，为所得之浅深耳。书没变，阅也没变，变的是你心里的格局，你经历过的事。年轻时读不懂的书，不要急着放下，把它好好收进书架，隔上10年、20年再翻开，它会还你一个全新的世界。那才是读书最深的味道。说完读书，我们来说张潮一辈子最迷的一样东西——月亮。整本《幽梦影》里讲月亮的条目最多，几乎每隔几则就出现一次月。张潮写过一句很美的句子：物之能感人者，在天莫如月。天底下能打动人心的东西，在天空之中，没有比月亮更厉害的了。可是赏月不是抬头看一眼就算了，张潮把赏月讲得极细。他说：月下谈禅，只去意远；月下说剑，肝胆亦真；月下论诗，风致亦幽；月下对美人，情意亦笃。月光底下谈禅，意思变得更深远，连佛理都听得进去。月光底下说剑论武，心胆变得更真，讲出来的话没有半点虚的。月光底下论诗，那种韵味就变得更悠远，连最普通的句子都带着诗意。月光底下对着心爱的人，情意变得更深更厚，连说过100次的话都想第一次听到。同一件事，同样的人，搬到月光底下去做，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月光把白天的杂讯、白天的计较、白天的算计全都轻轻洗掉了，剩下的只有眼前那个人、那件事、那一份最干净的心。古人赏月赏的不是月本身，是月底下那个更安静、更干净、更贴近本心的自己。所以张潮才会说，月之为用甚广。月光不只照亮夜晚，它让你重新看见人，也让你重新看见自己。张潮不只看月，他还听。整本《幽梦影》最动人的，除了赏月那几条，就是这条关于听的句子。他说：春听笛声，夏听长声，秋听虫声，冬听雪声，白昼听齐声，月下听箫声，山中听松声，水际听矮乃声，方不许此声耳。春天听鸟叫，夏天听长鸣，
秋天听蟋蟀草成，冬天听雪悄悄落下。白天听人下棋落子那一声一声的清脆，月光下听人吹屁，在山里听松汤呼嘘，在水边听船家摇尖的吆喝声。一辈子能听到这些声音，这双耳朵才算没有白来林间一趟。你听听看，这条句子里没有一个声音是吵的，没有车声，没有手机，没有别人在催促你，没有什么正事在等你处理。古人的耳朵安静了300年。再来看雨，春雨如恩照，夏雨如射书，秋雨如泪歌。春天的雨像皇帝下的恩照，让冻了一冬的大地复垂，万物重新长出来。夏天的雨像皇帝下的赦免状，给被热浪烤了一整天的人们一个喘息。秋天的雨呢，就像一首送葬的长歌，萧瑟、苍凉、无止无休。同样是一场雨，落在不同的季节，就是完全不同的心情，完全不同的故事。这就是张潮，他真正教你的，不是写诗，而是把耳朵打开，把心打开。一个人能读书，能赏月，能听雨，可是如果身边一个朋友也没有，这些事的味道就少了一大半。月再美，独自看久了也会孤单。张潮对朋友这件事看得极重，他写过一句后来被引用了无数次的话：天下有一人知己，可以不恨。这一辈子，只要有一个真正懂你的朋友，就什么遗憾都没有了，一个就够，不用多。所以他接着说：不独人也，物亦有之。如菊以渊明为知己，梅以和静为知己。他说，不只是人需要知己，连花也需要。菊花的知己是陶渊明，因为陶渊明写了《采菊东棱下》。梅花的知己是林和靖，因为林和靖一辈子隐居西湖，植梅养策。一朵花，一棵树，如果有一个真正懂它的人写诗赞它，这朵花，这棵树就千年不朽。张潮对朋友的讲究还很细，他写过：上元须着好友，端午须着利友，七夕须着运友，中秋须着淡友，种酒须着益友。连喝酒都要看时节挑朋友，元宵节要找豪迈的，端午节要找清丽的，七夕找有韵味的，中秋找淡泊的，重阳找超逸的。每个节气配一种朋友。读到这里，你会发现，朋友这件事从来就不是越多越好，是越对越好，越懂你越好，刚刚好那一个就够你过完一辈子。张潮爱，越爱雨，爱朋友，当然也爱美。他对美的观察细到让人读完想笑出来。他写过一句很巧的话：美人之胜于花者，结语也；花之胜于美人者，生香也。美人比花强的地方，是她听得懂你说话，可以陪你聊天，笑你的笑话。花比美人强的地方，是她身上自带香气，不用涂，不用喷，天生就香。一语道破美人与花各自的好，谁也胜不过谁。他又写：蝶为才子之化身，花乃美人之别号。蝴蝶是才子变的，花是美人的另外一个名字。所以蝴蝶在花丛里飞舞，其实就是才子佳人在天地之间相会。这个比喻多温柔。张潮对人物的观察更妙，他讲出了一句被后世奉为座右铭的话：情必近于赤而使真，才必兼乎去而使化。
干劲一定要近乎痴傻才算是真感情，才华一定要带几分趣味才算是画境。换成今天的话，谈恋爱不要太理性，算得太精就不真了；有才华不要太严肃，绷得太紧就僵掉了。张潮真正想教我们的是，对人、对美、对才情，都不要算计得太精，留一点痴气，留一点趣味，留一点傻劲，月子才会生动，人才会有味道。一个处处精明、样样算计的人，看起来成功，可是少了那点痴，那是最寂寞的成功。幽梦影里还有一条是中国文化里最被传赞的一句美学宣言，也是整本书最关键的一条：花不可以无蝶，山不可以无泉，石不可以无台，水不可以无藻，乔木不可以无藤萝，人不可以无癖。花没了蝴蝶不热闹，再美也是孤芳自赏；山没了泉水太死板，少了那一声叮咚就少了灵气；石头没了青苔，少了一份岁月的痕迹，看起来像刚切出来的水泥派；水没了水藻太空罗，连鱼都不想住；大树没了藤络缠绕，少了一份野趣，太规矩太工整。最后一句最重，人不可以没有一个癖。所谓癖，就是你心里放不下，别人觉得无用，可是你乐在其中的那一件事。可能是养兰，可能是泡一煮好茶，可能是练字，可能是收集老物件，可能是看老电影，可能是收藏唱片。张潮的朋友袁宏道也说过类似的话，他说：人若无癖，便没有真情，没有深情。一个什么都不执着，什么都不偏爱，什么都不在意的人，看起来圆融，其实活得太淡，淡到没有温度。真正有味道的人，都有一两个别人不太理解的小执着，那不是怪癖，那是他这个人的魂，是他这一生的私房珍藏。你呢？你有没有一个让你愿意花10年、20年、一辈子去做的小癖好？如果还没有，今晚就开始找一个。张潮的可爱还在于他写过很多抱怨，可是抱怨的特别风雅，让人读完不会觉得他在发牢笑，反而会跟着笑。他列了一条最有名的10恨：一恨书囊易蛀，2恨夏夜有蚊，3恨月台易漏，4恨菊叶多娇，5恨松多大意，6恨竹多落叶，7恨桂禾易谢，8恨碧蛾藏晦，9恨架花生刺，10恨河豚多毒。恨书袋容易被虫蛀，恨夏夜有蚊子，恨赏月的高台容易漏雨，恨菊叶容易枯焦，恨松树下有大蚂蚁爬来爬去，恨竹子老是掉叶子扫不完，恨桂花荷花这些好花太短命，恨碧蛾藤蔓里常常藏着毒蛇，恨花架上有刺刮人，恨河豚虽然好吃却有毒不能多吃。你发现了吗？这10恨里没有一恨是人生不如意、世道不公、老天无眼这种大话，全部都是小事，蚊子、蚂蚁、落叶、花刺、河豚。可正是这些小事才真正组成了我们每天活着的日子。古人的雅不是不食人间烟火，整天装清高，而是把人间烟火里每一件不顺心、不舒服、不完美的小事都认真地记下来，笑一笑，写成一条格言，然后跟朋友一起摇头叹气。生活就是这样，永远不完美，永远有蚊子，有落叶，有刺。把这些小烦恼写成风雅，这也是一种把日子过好的真本事。会抱怨的人很多，会把抱怨写成诗的人，300年才出一个张潮。我们最后来看张潮为整本《幽梦影》定下的一句总经，也是这本书最高的境界：
文章是案头之山水，山水是地上之文章。案头上一篇好文章，就是摆在书桌上的一座山水；天地之间一片好山水，就是摊开在大地上的一篇文章。读书与游山，赏月与听雨，看起来是4件事，本来其实是同一件事，都是让心安顿下来，跟天地对话。他又补一句：人莫乐于闲，非无所事事之谓也。闲则能读书，闲则能游名胜，闲则能交益友。人生最大的快乐是闲，可是闲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躺着耍废，是有时间读书，有时间游山，有时间交真心朋友，有时间泡一杯好茶。好，20分钟到了。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，古人到底在赏什么？不是月，不是花，不是雨，也不是书，是月光底下，花影之中，雨声之间，书页之上，那个慢下来，静下来，终于跟自己对上眼的自己。我们今天活得太快，快到忘了自己长什么样子。你今天回家试试看，放下手机，泡一杯茶，看一眼窗外的月，你会发现300年前那个叫张潮的清代文人，讲的就是你，讲的就是现在的你最缺的那件事。如果这趟青年之旅让你有收获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。下一集，我们走进一部专门品评人物，教你如何识人辩才的测试奇书《人物志》。最后，在留言区告诉我，读书40，月下对美人，人不可以无癖。这几条青眼里，哪一条最打动你？我们下集见。